真是想不到在家做烤鱼原来这么简单，学会这种做法，零基础的都能轻松做出来，香辣又入味。首先准备1条5斤重的清江鱼，里里外外都清洗干净，把黑膜全部都去掉，上面鱼鳍也修剪一下，然后再打上花刀，翻过来把鱼骨也砍一下，这样不管是煎还是炸都很容易入味。接下来腌制一下，往里面多加一点姜丝和葱、胡椒粉，再倒入适量的啤酒，抓一抓搓一搓，这样就不需要放料酒了。放啤酒腌制的去腥效果更好，里里外外都要腌制。最后翻过来放一边腌制20分钟。准备一点配菜，豆腐皮卷起来切成宽一点的条，豆芽，再切一根黄瓜，再切一个洋葱切成细丝。鱼腌好之后，把葱姜都挑出来，用厨房用纸把上面的水分擦干，这样无论是煎还是炸都不容易烹油。想要表面更酥脆好吃，上面可以再拍一点淀粉，拍上薄薄的一层。接下来锅中烧半锅水，烧开之后把配菜都倒进来，稍微烫一下，烫个6、7成熟。准备烤鱼盘，底部喷上一点油，把切好洋葱倒进来铺在底部，蔬菜焯1分钟捞出来，平铺菜烤盘里。锅中提前烧半锅油，烧至冒黑烟7成热的时候再放鱼，掂着鱼尾巴，先把鱼头慢慢的放进来，盖上盖子多炸一会，炸成金黄色，表面有点焦脆，这样吃起来更好吃。炸好的鱼倒在菜上面，接下来锅中留一点底油，把葱姜蒜辣椒放进来，先翻炒出香味，加1包这种香辣烤鱼料，1袋可以做3、4斤的鱼，一起炒出香味，再倒入1罐啤酒，再多加一点清水，别的什么料都不需要放了，再次烧开煮1分钟就可以了。尝一下盐味，如果汤兑的多，可以再放一点盐，最后汤煮开直接倒进来就行了，刚好没住鱼的一半。然后上面再撒一点孜然粒更好吃，撒一点芝麻青杭椒，然后迅速浇上热油，这样香味立马激发出来了。撒上1把小葱花，夹起来1块鱼肉给大家看一下，焦香酥脆，里面的肉非常嫩非常弹，一点都没有腥味，非常好吃。吃的时候再煮一下更入味。今天烤鱼的做法就分享到这了，喜欢的朋友点赞支持一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下期再见。很多人不知道炸红薯丸子放糯米粉还是放面粉，教你正确方法，外焦里软糯香甜好吃。首先准备2块红薯，把外皮削掉，最好买这种西瓜红，里面的颜色比较黄亮，做出来口感也比较香甜。去完皮之后切成薄薄的片，这样容易蒸熟节约时间。最后把红薯摆到盘中，像这样整齐的摆好，然后连盘子放在蒸锅里，盖上盖子蒸18分钟，蒸薯蒸面。蒸好的红薯倒在盆中，想要甜一点加1勺白糖。我每天都用心分享美食，没有你的赞真上不了热门。这个视频麻烦帮我点一个吧，谢谢。糯米粉的量根据红薯泥的量来加，最后揉一下揉成型，然后揪一块把它团圆，每一个都搓成丸子形状，全部搓好进行下一步的操作。油温烧到4、5成热的时候就放进去，不要等油温高了再放，这样很容易外面炸糊了里面不熟。放进之后转一下锅，不要让它粘连在一起，等它定型了再翻动，1分钟定型之后用勺子稍微扒一下，然后小火慢炸。炸的时候可以像这样转动一下压一压，这样红薯丸子容易蓬起来，而且受热均匀，颜色一致。红薯本来就是熟的糯米粉，很容易熟，不要炸的时间太长，不然容易发干发硬，口感不好。切记不要开太大的火，不然的话很容易炸爆，形状不好看。小火炸了4、5分钟，已经慢慢的都浮上来了，体积明显也变大了，不需要炸的时间太长，不然不好吃了，形状不圆不好看。像这种状态，颜色特别漂亮，一出锅立马就沥油了，一点都不吸油。炸好的丸子盛在一个盘中，底下垫上油纸，一股淡淡的红薯的香甜味儿，非常好闻，看着就非常有食欲。美味的红薯丸子就炸好了，大家看一下，金黄诱人，外面焦脆，一摸里面柔软，打开看一下，里面软糯又香甜，太好吃了。学会的朋友你也赶紧试试，保证一大盆不够吃，以后想吃不要到外面买了，自己在家里炸的又好又健康，不吸油又软糯，甜而不腻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期再见。这样炖的冬瓜排骨汤不放任何调料都不腥，汤浓白鲜美又清甜，排骨软烂脱骨又入味。关键一点，炖的时候切记不要直接下锅，首先准备这种新鲜的排骨，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先把排骨浸泡一下，加点盐，用淡盐水很容易泡出里面的血水，泡个20分钟。
锅中多加一点清水排骨，冷水下锅焯水，加入葱姜料酒。我每天都用心分享家常美食，一个赞你来说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能让我开心好几天。这个视频你就给我鼓励一下吧，谢谢。焯4-5分钟，迅速用温水洗一下，这样不容易柴。锅中加1油，放入2片姜，把焯水的排骨放锅里面煸炒一下，这样炖的时候汤容易白，而且排骨的肉味容易激发出来。这时候迅速的往里面加入开水，烧开炖了5分钟，把上面的浮沫打一打，变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汤会越来越白，越来越浓。这个时候需要换一个砂锅来炖，连汤带肉直接倒进来，调最大的火先炖5分钟，这样才能激发出汤浓白。切记里面不要放葱，不然的话会有一股死葱味，影响汤味。可以放2颗红枣，别的什么东西都不需要放了。炖好之后，最后再放盐。放枣的话，排骨不容易炖烂。大火煮5分钟之后，盖上盖子，小火再慢炖40分钟。接下来再准备一块冬瓜去皮。入秋之后炖排骨汤可以放一点冬瓜，润肺润燥，对身体也比较好。而且冬瓜还能去腥解腻，去掉瓜瓤切成小块。切好装到大点的盆中，想要冬瓜入味，可以先放一点盐杀一下水分，抓拌一下腌制5-6分钟。时间到了打开，现在汤已经非常浓白了。这个时候排骨肉也已经炖烂了，又浓又白，汤非常鲜。然后把火调大一点点，把腌制好的冬瓜倒进来，翻一下再炖。最后冬瓜煮至这种透明就熟了，然后往里面放20粒枸杞，调味只需要放盐，别的什么料都不需要放。喝这个排骨汤就要原汁原味，才鲜美有营养。最后撒上适量的葱花就可以出锅了。看一下排骨已经炖得脱骨了，用筷子轻轻一划就掉了，肉质 Q 弹，还没有腥味。学会的朋友赶紧试试。今天冬瓜排骨汤的做法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。这种北方人从小喝到大的咸糊涂你喝过吗？估计很多人都没喝过。做法简单，营养搭配均衡，学会了全家都喜欢喝。首先准备一个大碗，加入1大勺面粉，再往里面加一点清水，搅成一个稠一点的面糊，搅到没有干面粉为止，多搅一会儿，然后往里面加入一点清水，用的时候再把它搅散就可以了。这个面糊是非常关键的，千万不要省略掉。小碗打入2个鸡蛋，宽松的搅散，放一边备用。再准备1张豆腐皮，卷起来切成细丝，尽量切得细一点，切好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点泡好的海带丝，也切成细丝，再切一个西红柿，改刀切成小丁。再准备1块面筋，水泡一泡，把它撕开。再准备5毛钱的豆芽，清洗干净备用。再切一点葱，来一点姜丝，提前泡好的红薯粉条，这些食材都是必备的。全部准备好，开始操作下一步。接下来锅中加适量的油，倒入1小碟花生米，稍微炸一下，等会做出来更香。然后再放入葱姜炸一下，花生米炸的有一点微黄，放入西红柿丁。我每天都用心分享美食，没有你的赞还真上不了热门。这个视频您就帮我点一个吧，谢谢。蔬菜都放进来一起煸炒一下，更入味。火调小一点，加调料，加入适量的生抽，一点点老抽，1小勺13香，少许的食盐、鸡精，翻炒一下，别的什么料都不需要放了。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水量根据家里人数来加，大火烧开。煮开之后，把粉条倒进来，粉条煮的差不多了，再把豆腐丝放进来，再煮一下，再把刚刚调好的这个面糊搅散，搅成这种成糊状，然后慢慢的倒进去，边倒边用筷子搅。搅散之后，汤立马就稠了，成糊状，舀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种稠度是刚刚好的，像咱们平时喝的粥一样，不要太稀了，太稀了口感不好。这个时候把鸡蛋液也倒进来，等待1分钟凝固了，再用勺子这样推动一下就好了。面糊放进去之后容易糊底，火不要开太大，用勺子不停地推动一下。想要更营养，可以再放一点青菜丁，爱吃香菜的可以撒一点香菜，像这样看着更有食欲了。想要更好喝，可以再加一点点白胡椒粉，最后再加一点小磨香油。喜欢吃酸的可以再来一点醋。里面搭配的各种蔬菜营养非常全面，非常好喝。然后关火，像这样就做好了，冷一下就可以开喝了。这样做的咸糊涂太好喝了，每次做挑食的小孩子都能喝上1大碗。入秋了，天气越来越凉，喝上1碗暖心又暖胃。喜欢的朋友你也可以试试。今天的河南特色美食咸糊涂做法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期再见。今天教你一个小技巧，
只需要看2个地方就能挑出皮薄又甜的石榴，一个就能包一大盘，石榴子又红又甜又多汁，方法非常实用。现在正是石榴大量上市的季节，很多人都喜欢吃石榴，一是不会挑选，二是很难剥皮，有的干脆不吃了。其实石榴子的营养非常丰富，吃了对人的皮肤不管是身体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，大家千万不要懒得剥而就不吃了。我每天都用心分享美食小技巧，这个视频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您就帮我点个赞吧，谢谢。顺便再教你快速剥石榴的方法，5秒钟剥一个，而且石榴子不容易烂，不会产生浪费。很多人在选石榴的时候都是选择这种又大又红的，其实这种又大又红的石榴反而不会很甜，它的皮儿会很厚，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买那种皮儿薄的。就像这种的，虽然不是很红，但是表面有棱角，用手轻轻一摸就能摸到石榴子，这种的皮一定很薄，不要看它红的程度，一般这种石榴皮都是非常薄的。还有一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石榴花，一般这种自动张开口的这种都是自然成熟的，会比较甜，皮也比较薄。像这种的又大又红，这个花是闭着的，没有开口，这样的石榴一般都不会很甜，还有的是催熟的，所以吃起来不太好。所以咱们在买石榴的时候，一定要选择这种皮薄的，花头自然张开的。像这样的表面虽然不怎么好看，但是皮又薄又甜又好吃。接下来给大家演示怎样去开石榴，很多人都是直接用刀这样从中间切一下掰开，那样石榴子很容易烂掉，汁水很容易流出来，流的到处都是。首先我们准备一把小刀，先从上面挨着这个花上面1指宽的地方给它划一下，几边都要划一下，划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划到石榴籽了。像这样一个四方口，然后抓着这个石榴花，像这样使劲的一抠一拉，一个石榴盖就掉了，里面像红宝石一样都露出来了。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，这个边上皮是很薄的，只有一点点，划开之后我们就能看到它里面的纹路了。一般一个石榴都是5个槽，它中间都是有这个黄色的薄膜割开的，沿着这个薄膜往下面划一下，把石榴皮划破，不要划到手了，把每一个有这个黄膜的地方都划一下，划好之后用力的给它掰开，大家看一下，像石榴开花一样，全部都开口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个盘子，把中间这个黄膜给它抠掉，然后再给它倒扣过来，这样一分一分开，再把这个中间的黄色的这个隔膜给它撕掉。哇，太漂亮了！然后把它倒扣在盘子里，再用这个小勺子给它敲一敲，对着这个石榴皮轻轻一敲，石榴子都下来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哗啦啦的往下掉，而且学会了这种方法，根本不需要用手剥，感觉到差不多了再翻过来，翻过来看一下，上面的籽已经寥寥无几了，这都是定的比较结实的。再翻一下这个石榴皮，把它弄掉就行了。而且这样剥的石榴子个个完整，没有烂的，也不会弄得到处都是，这样就得到一个完整的石榴皮，不会弄脏衣服。吃的时候再把里面这个黄膜挑出来，这样对于咱们懒人来说，平时爱吃石榴又不想剥的，学会了这种方法就可以尽情的吃了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剥一个只需要几秒钟，方便快捷，不脏手不流汁，太实用了。看电视追剧的时候，咱们可以来上这么一盘吃，又方便又安心，一勺一勺的吃，太过瘾了。而且这样剥好的石榴子也可以方便把里面的石榴汁挤出来，太方便了。今天挑选石榴和快速剥皮的小技巧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入秋了，家里有黄豆，不要老是打豆浆了，可以试试这个酱豆的做法，简单易做又好吃，放半年不坏。干黄豆提前泡1夜，把水控掉，多清洗几遍，直接倒在电压力锅里，盖上盖子压20分钟，黄豆压成这样就可以了。用手轻轻一碾就烂掉了，一定要达到这种面度做出来才好吃。先盛出备用，接下来准备大料蔬菜料放一边备用，再准备1块冬瓜，把皮去掉，再切成小块，再准备1把线椒，放在绞肉机里面打碎。打好之后倒出来备用。我每天都用心分享家常美食，一个赞可能对你来说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能让我高兴好几天。这个视频麻烦帮我点一个吧，谢谢。油烧热，把蔬菜料大料放进来，炸干炸香，把味道都入到油里面，这样香味都出来了，料渣过滤出来。这个时候把黄豆放进来，先用热油炒一下，炒出香味，炒个几分钟，把辣椒放进来，继续翻炒，接着把冬瓜也倒进来，调味往里面多放点盐，放盐，冬瓜里面的水分很快就能杀出来了，
再放入1:1的白糖，多一点生抽，甜面酱100克，想要咸一点的话可以多放一点，再放点鸡精，迅速的把它拌开，中小火慢慢熬，把冬瓜和黄豆里面的水汽都熬出来，这样容易保存不易坏。熬了10来分钟了，现在越来越浓稠，越来越黏糊，什么时候冬瓜熬成酱，酱豆也非常软烂就可以了。还有最后10来分钟的时候，可以往里面多加一点高度白酒，这样熬出来的酱豆不但酱香浓郁，而且不易坏，又好保存，而且好吃。又熬了10分钟，最后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，上面有一点飘的油已经分离了，这样就不需要再熬了，把火关掉。大家看一下，已经成酱了，然后打在一个大一点的盆中，打出来稍微放凉，就可以装在密封罐里了。这样做的冬瓜酱豆太香了，比西瓜酱豆还好吃。西瓜酱豆稍微有一点偏甜，很多人不爱吃甜的，用冬瓜做的酱豆才叫好吃。平时用来夹馒头、拌米饭、面条都好吃。像这样密封起来，放入冰箱，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，有一点微微辣，大人小孩都可以吃。今天冬瓜酱豆的做法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家里有茄子，不要炒着吃凉拌了。今天教你个好吃的神仙做法，早餐做一大盘，全家都爱吃。首先准备一个青茄子，从中间分开1分为2，一定要买这种嫩一点的、瓷实一点的，这样都没有茄子籽，比较好吃。都切这么厚月牙形状就行了。切好的茄子放到大盆里，接着往里面撒上食盐，这样提前让茄子杀一下水分，入一下味儿，做出来更好吃。拌匀之后放在这里腌制5分钟，再切一点小葱花。接下来再准备一个盆，打入2个鸡蛋，再往里面加入1小勺盐、1小勺13香或者5香粉，适量的鸡精。我每天都用心分享家常美食，没有你的赞还真上不了热门。这个视频麻烦给我点一个吧，谢谢。调成酸奶状，再把切好的小葱花放进来，加入1把黑芝麻，既能增加香味又好看。不喜欢的话也可以不放。搅匀之后放在一边备用。此时茄子已经变软了，上面水嘟嘟的，把里面的水控出来，加入面粉，让每一块茄子上面都沾上一层干面粉，全部均匀的拌开。接下来再把拌好的茄子放在面糊里面，这样煎出来不容易脱糊。如果不加一层干面粉，茄子和面很容易分开脱离，不好吃。接下来准备一个电饼铛，提前预热锅底，喷上油，把拌好的茄子摆在里面，中间留一点缝隙，调至中小火慢煎，把上层锅盖喷上一点油，盖上煎2分钟。2分钟之后翻过来看一下，表面已经煎成金黄色了，给它翻个面。茄子很薄，很容易熟，不需要煎时间太长，盖上再煎个1分钟，再翻过来就可以出锅了。煎成这种颜色就可以了。煎时间长了，茄子容易发黑，出锅盛入盘中。同样的方法，把下面一锅都煎好。一般一个茄子都可以煎满2大锅。好了，第2锅也煎好了，一锅比一锅漂亮。大家看一下颜色，金黄诱人，香而不腻，咬一口里面的茄子软糯入味好吃，一口气能吃一大盘，太香了。如果口味重的话，也可以蘸一点辣椒油和醋，直接吃也特别好吃，或者就一个大蒜瓣和洋葱更有味。今天茄子的新做法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做韭菜饼，很多人不知道用凉水和面还是用开水和面，今天都详细讲解一下，保证做出来皮软劲道，好吃，凉了不硬。首先准备300克面粉，加3克盐，增加筋性，搅一搅，从中间分开，一半倒入开水90毫升，把面烫一下，一半倒入90克凉水，最后再混合搅拌。我每天都用心分享家常美食，一个小红心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，辛苦大家帮我点一个吧，谢谢。半个小时之后再进行下面的操作。先准备一个小碗，往里面打入4个鸡蛋，快速搅一搅，搅散备用。接下来锅中多加一点油，油烧热，把鸡蛋炒一下，用铲子压碎放凉备用。接下来准备1把韭菜，把头部切掉，再切成小碎丁，切好装到一个大盆里。条线把提前泡好的粉条放进来，放凉的鸡蛋碎放进来，再放一点切碎的油渣，更好吃。调味的时候加一点鸡粉或者排骨粉，加一点蚝油，适量盐，小磨香油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，别的什么料都不需要放了。韭菜非常鲜嫩，不会出水，而且非常入味好吃。调好的馅放在一边，时间到了，醒好的面再放上来，再揉一下，多揉一会儿，揉光滑，都分成小剂子再擀一下，擀好像这就可以了，尽量擀薄一点，全部擀好放馅料。喜欢吃辣的可以再放点辣椒面，铺匀，多放一点馅，再对折起来，稍微压一压，
边上封口处捏严，再往中间收一下，这样包出来的皮非常薄，都能看到里面的馅儿。接下来准备一个蒸锅，把做好的饼坯摆进来，中间留一点缝隙。全部摆好之后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0分钟。蒸好之后打开，太漂亮了，皮透明似亮的，都能看到里面的馅，看着就非常劲道好吃。稍微晾一晾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，闻着太香了，取出来摆到盘中。这样做的韭菜饼底部一点都不烂，非常薄，看着就非常有食欲，每一个都透明，看着太香了。切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，韭菜翠绿，一点都不变色出水，表皮劲道又柔软，凉了之后也不会发硬，而且不破皮不露馅。今天韭菜饼的做法就分享给大家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很多人蒸馒头都是提前发面，那样就错了。按这个方法省时省力快捷，蒸出的馒头暄软劲道又好吃。首先准备500克面粉，加入这种益生菌干酵母，1包5克全部加进去，再加5克白糖促进发酵，再滴上几滴白醋，使面发起来更加蓬松。然后分次的加入270克温水35度左右，加一点白醋使面团蓬松暄软，最后搅成这种大面絮下手，和成一个面团。比平时包包子的面要稍微硬一点。俗话说得好，软面包子硬面馒头。刚和好的面有一点揉不光滑是正常的，只需要放在这里醒面15分钟，等会儿再随便揉一下就很光滑了，不需要发面。盖上保鲜套，防止风干。我每天都分享好吃的家常美食，没有你的赞还真上不了热门。这个视频麻烦帮我点一个吧，谢谢。面型好多，撒点干面粉，多揉一下，很容易就揉光滑了。然后再搓成长条，切成一个一个的小剂子，每个都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摆在一个托盘里，中间留一点缝隙，然后盖上保鲜膜，醒发15分钟，再开始操作下一步。15分钟之后，馒头已经发好了，按起来轻飘飘的，体积大了很多。准备一个电饼铛或者平底锅，底部喷油，把发好的馒头生坯放进来，摆好之后先煎2分钟，把底部煎至焦黄。2分钟之后拿起来一个看一下，每一个都微微黄，然后再放进去，找到缝隙往里面倒入清水，没过它的一半，然后再盖上一个高一点的盖子，中小火煎至15分钟，水收干就熟了。10几分钟之后打开看一下，这时候水干了，馒头熟了，用手一按就能回弹，然后再调至酥脆功能，再煎1分钟，让底部更焦脆金黄，最后再翻过来就可以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样煎的馒头个个像地锅馒头一样，都有焦脆脆的，比蒸的好吃10倍，底部焦黄酥脆，上面暄软白皙，好吃还易消化。全部出锅盛到盘中，掰开一个看一下，里面满满的都是蜂窝，特别柔软，口感劲道，而且没有酵母味，空口就能吃2、3个。学会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，最主要按这种方法做的馒头不用提前发面，省时省力，好吃。好了，今天馒头的新做法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孩子想吃煎牛排别买了，教你在家腌制方法，嫩滑可口鲜嫩，比买的还好吃。今天花了50块钱买了这么多牛肉，买的时候已经让老板给切好了，切成1指厚的片，摆到案板上，用小叉子把上面扎一扎，多扎一点孔，破坏它的纤维，给它扎上9987下，扎好之后每一个再用刀背敲一敲，这样腌好的肉煎出来不柴，口感好。再横着敲一下，我每天都用心分享好吃的家常美食，没有你的点赞还真上不了热门。这个视频麻烦给我点一个吧，谢谢大家。最后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处理好的牛肉放在一个大一点的盆中，然后开始腌制，切一点姜丝和洋葱丝，去腥效果非常好。切好把它放在牛肉里，腌制往里面加入半勺这种带颗粒的黑胡椒粉，多加一点蚝油，加一点海盐，这种松鲜鲜酱油来一点。里面再加入1小勺淀粉，这样吃起来会更嫩滑。戴手套抓拌均匀，生抽料酒就不需要加了。姜丝和洋葱都是去腥的，太多水分腌出来的牛肉口感不好，多抓一会让它吸入调料，抓匀之后再倒入一点点食用油，锁住牛肉的水分，盖上保鲜套，放到冷藏箱里，至少要腌制2、3个小时以上才能吃。如果不急着吃的话，放在冰箱里腌制1夜，第2天煎也可以。腌好的牛排可以放在这种密封袋里，留上几块，吃的时候随吃随煎，像这样排出空气封口，把它放到冰箱里冷冻，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煎，非常方便。接下来不粘锅里加一点油，煎几块给大家看一下，调至小火慢煎，
勤翻面煎个3-4分钟，煎成7分熟成出来，放案板上切一下，太诱人了。稍微晾一晾，切成条，美味的牛排就煎好了，让人一看就食欲大开，非常好吃。按照这种方法腌制的牛排，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，肉非常嫩，一点都不老不柴。学会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这种方法，太好吃了。以后想吃不要在超市买了，里面很多都是合成牛排，自己在家做成本低，吃了安全放心。今天自制牛排的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调韭菜、鸡蛋、饺子馅，切记不要加这3种料，这样调出来不出水不变色，包出来的饺子晶莹剔透，不破皮不露馅。提前准备一把韭菜，洗干净之后晾一晾，切碎，切好装到大盆里，先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香油，拌一拌锁住水分，不容易出水变色。碗中打入3个鸡蛋，搅散备用。提前泡好的粉条切一下，放在大碗里，加一点老抽拌一拌，让它先入一点底味。粉条晶莹剔透好吃，锅中加适量的油，油热把鸡蛋炒一下，炒好用铲子压碎，盛出放凉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就可以调馅了。我每天都用心分享家常美食，没有你的点赞还真上不了热门。这个视频麻烦帮我点一个吧，非常感谢。鸡蛋韭菜味道鲜美，不需要放复杂的调料，只需要放一点鸡粉或者排骨粉，再加适量的盐，别的什么调料都不需要放了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像生抽、蚝油、胡椒粉、13香这些都不需要加。加太多的调料反而会遮住韭菜和鸡蛋的鲜味，这样既可以保持它的原汁原味，吃起来口感更鲜。拌匀之后尝一下味道，如果咸了就可以了，别的什么料都不需要放了。非常美味又健康的韭菜素馅就调好了，无论是包包子、包饺子、做馅饼都非常好吃，不加什么复杂的料，既鲜美又保持它的口感。小孩子都开学了，如果赶时间的话，买这种现成的饺子皮比较快，包之前一定要捏一捏，这样让饺子皮更薄，包出来晶莹剔透。放入多一点的馅料，两边虎口一捏就可以了。包好开始下饺子，烧至冒泡泡，加1勺盐，这样煮饺子不容易破皮。包好的饺子放进来，不需要煮时间太长，煮至漂浮上来就可以了，因为里面的馅是素的，很容易熟，皮也非常薄，煮时间长了口感不好，很容易露馅，稍微推动一下，中间的时候点2-3次水，不要大幅度的搅动，这样煮的饺子没有一个破皮的，没有一个露馅的。打出来1勺给大家看一下，晶莹剔透，能看到里面的馅，像这样就可以了，控一下盛出来，看着太有食欲了。美味的饺子就煮好了，打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馅，韭菜翠绿不出水不变色，鸡蛋鲜嫩，粉条晶莹剔透，太好吃了。今天韭菜鸡蛋的调馅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学会这种做法，蒸花卷不用提前发面了，省时省力，方便快捷，做出来的花卷松软好吃易消化。首先准备500克面粉，加入5克这种益生菌干酵母，1小勺泡打粉发酵的更好，往里面加入270克温水，搅成面絮，最后和成一个不软不硬的面团。和好之后不需要发酵，只需要醒面15分钟，盖上保鲜套，防止风干。15分钟之后进行下面的操作。面醒好之后撒点干面粉，把醒好的面放上来再揉一揉。我每天都用心分享家常美食，没有你的赞还真上不了热门。这个视频你就给我点一个吧，谢谢大家。擀好之后表面再喷上适量的油，再撒上适量的椒盐，没有椒盐的可以撒盐和五香粉，最后再撒上葱花，再从一边折起来，再折过来，折好之后再按压整理一下，切成2指宽的条，再取其中2个摞在一起，用筷子从中间按压一下，然后往一个方向扭上劲，像扭麻花一样，扭好之后2头再按压一下，这样就不会回过去了。一个花卷生坯就做好了，非常漂亮，一个一个的全部都拧好，放案板上，中间留一点缝隙，盖上保鲜膜醒发15分钟，这样做出来更松软。准备一个电饼铛，提前预热喷油，此时花卷生坯已经发酵好了，轻飘飘的，把它摆进来。摆好之后先煎一下，2分钟之后看一下底部，煎成微黄就可以了。再沿着锅边倒入半碗面粉水，没过它的1/3就可以了，盖上一个其他的盖子，中小火慢煎10来分钟，等面水收干就熟了。时间到了，打开淋点油，撒上适量的黑芝麻，把电饼铛调至酥脆功能，再煎1分钟，底部更焦黄，再撒上适量的葱花点缀一下，这样就能翻过来了。翻过来之后底部焦黄，
颜色更漂亮，全部都是冰花，太诱人了。这样做的花卷底部焦脆，上面柔软，一看就让人食欲大开，连吃2、3个都不过瘾。盛到盘中，太诱人了，拿起来一个给大家看一下，底部焦脆金黄，看着太好吃了。这样煎的花卷比蒸的好吃10倍，松软又美味。学会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这种方法。好了，今天花卷的做法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期再见。我小的时候，一位老中医告诉我，秋天多喝冬瓜丸子汤，1年4季不用开药方。首先准备一块后腿肉，一定要带一点肥的，3分肥7分瘦的这一种，吃起来口感比较好。先切成小块，再剁一剁，剁成肉末，比绞肉机绞出来的肉馅要瓷实，弹性要好，像这样起粘性，有一点颗粒感，口感比较好。剁好的肉馅放在一个大一点的碗中，调味加一个鸡蛋，加入1大勺盐，适量的胡椒粉，再加入1大勺淀粉，下手抓拌均匀，不用放别的料了。搅匀之后再加一点葱姜水去腥，再抓拌一下，把葱姜水吸进去。现在肉馅已经非常有弹性了，大家看一下，抓在手上都不容易掉，能像这样轻轻的挤出丸子就可以了。这样就说明肉馅打好了，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一块冬瓜，把皮去掉，切成小块，去掉瓜瓤，再切成滚刀块，放入大盆里。想要冬瓜入味，加入1小勺盐，入一点底味。接下来再切一点配菜，葱白、姜、香菜，还有葱花。香菜切成小段，再切点小葱花，切好都放入碗中，先放一边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锅，里面加一点点油，先把葱姜放进来煸炒一下，再把冬瓜放进来炒软。冬瓜煸炒一会，往里面加入开水，盖上盖子，烧开之后炖个2、3分钟，把里面的葱姜挑出来，不然会影响颜色和口感。挑干净之后，把火调小一点，保持似开非开的状态。接下来就可以下入丸子了，慢慢的用虎口挤出来，圆圆的，再放在锅里，这样煮出来的丸子形状好看，不容易散，一个一个的非常快。把火调大一点，上面有浮沫打一打，这样喝起来不油腻。打出来一个给大家测试一下，可见这个丸子的弹性非常好。煮好调味的时候，只需要放入盐和鸡精，别的什么料都不需要放。调好味之后，往里面加入一点虾皮，再来一把提前泡好的枸杞，再煮个1、2分钟就可以了。煮好之后再撒入葱花和香菜就可以。这样做的肉丸非常 Q 弹，一点不腥也不柴。最后再多撒一点香油，好了，美味的冬瓜丸子汤就做好了。照这种方法打出来的丸子 Q 弹不腥，美味又好喝。学会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这种方法，倒在大一点的盆中，这样做的冬瓜丸子汤太好喝了，保证让你喝一碗还想再喝一碗。今天丸子汤的做法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点赞转发支持一下，非常感谢大家，下期再见。按这种方法炖出来的鸽子汤，汤鲜味美不腥，营养全保留。首先鸽子处理干净，清洗掉血水，剁成小块。剁好之后放在一个大一点的盆里，再加上清水洗一下。鸽子肉洗成这样，白白净净的，不需要焯水，也不会有腥味。接下来准备一点配料，党参5克，黄芪5克，大枣3克，枸杞10克，再来几片生姜、大葱，别的什么都不需要放了，只需要放入这些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准备一个砂锅，把洗干净的鸽子肉倒进来，再往里面加入1大盆清水，把大枣、黄芪、党参先放进来，葱、姜也放进来，枸杞先不要加，最后再放。如果很容易上火的，再加几颗麦冬，盖上盖子，小火慢煲1个小时，这样炖出来的鸽子汤不需要焯水，都鲜美好了。1个小时之后打开看一下，此时鸽子肉已经炖烂了。这个时候把火调大一点点，把提前泡好的枸杞放进来，调味的时候加盐和胡椒粉，别的什么料都不需要放。这3样加进去之后，再炖个2分钟就差不多了。时间到了，再打开尝一下盐味，如果可以了，撒上小葱花就可以出锅了。一道鲜美又好喝的党参鸽子汤就做好了，鲜美好喝营养，特别是女性朋友们气血不足的一定要多喝一点，既营养又美味。盛入碗中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。这样炖的鸽子汤没有腥味，营养全部都保留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这种方法。好了，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点赞支持一下，非常感谢大家，下期再见。排骨这样做太香了，软烂脱骨又入味，不腥也不柴，
做法超简单。今天花30块钱买了这么多排骨，往里面加入清水，加2勺盐，形成一个淡盐水。先把排骨浸泡一下，这样血水很容易泡出来。多泡一会儿，泡个20分钟，时间到了，血水全部泡出来了，再用流动的水冲洗2遍。冲洗干净的排骨，冷水下锅焯水，加入葱姜、料酒，大火烧开，去除血沫，焯个4-5分钟。接下来和面，大碗中准备240克面粉，加3克酵母，4克白糖促进发酵，再加入150克温水，搅成大面絮，最后和成一个稍微偏软一点的面团，盖保鲜膜醒20分钟就可以了。排骨焯完水，血沫全部都去除了，放入温水中清洗一下。锅中加水，加油，炒个糖色，多加一点白糖或者冰糖。3分钟之后，颜色变成枣红色了，把排骨倒进来，迅速翻炒均匀。糖色等会越炒颜色越深越好看，这个时候往里面加入大料和小料，葱、姜、蒜、八角、香叶、桂皮、干辣椒，再煸炒一下。调味的时候加入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黄豆酱，再翻炒均匀。这些都是炖肉必备的调料。此时颜色已经非常漂亮了，往里面加入1罐啤酒，再加上适量的开水，没住排骨就行了。尝下汤汁，如果不咸的话，可以再放一点盐。别的什么调料都不需要放了，盖上盖子，小火慢炖40分钟。接下来切一点配菜，土豆、胡萝卜、扁豆。喜欢吃什么菜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添加，切成滚刀块，扁豆斜刀切成长条，切好放入大盆中备用。锅中再烧半锅油，烧至冒烟，把土豆、胡萝卜倒进来，过一下油，炸至表面微黄，起一层壳，这样大火炸不会吸油。等会再炖的时候很容易炖烂，而且非常入味好吃。土豆炸的差不多，再把扁豆放进来，稍微炸个30秒，然后把火关掉，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控一下油，捞出来备用。把发好的面放上来，稍微揉一下，揉光滑，最后再擀成一个大圆片，薄厚根据锅的大小来定。擀好之后再盖上保鲜膜，让它再发酵5分钟，这样做出来更松软。好了，排骨已经炖好了，肉已经烂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土豆、胡萝卜、配菜都倒进来，这样过一下油再炖，只需要炖10分钟就好了，时间短又好吃又入味。然后再把汤汁舀出来1碗，等会备用。然后再把擀好的面皮盖上面，再把舀出来的汤汁浇在上面，开大火炖，已经鼓起来了，盖上盖子，只需要炖10分钟。等会面熟了，里面的配菜也熟了，时间到了，打开，掀开被子，大家看一下，太诱人了，排骨已经炖得非常软烂入味了，非常好吃，里面的土豆、胡萝卜还有扁豆都已经非常入味了，特别香，一夹就烂，老人孩子都可以吃，喜欢你也赶紧试试。好了，今天排骨的新做法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每天都分享好吃的家常美食，喜欢的朋友点赞转发支持一下，非常感谢大家，下期再见。早餐包子油条吃腻了，可以试试这个低卡花卷，松软好吃易消化，关键做法也特别简单，可以一层一层接着吃，大人小孩都喜欢。首先准备1小把菠菜，洗干净放在破壁机里，加入260克清水，盖上盖子，打成菠菜汁。打好的菠菜汁倒在一个大一点的盆中，往里面加入1克小苏打，这样保持翠绿的颜色。然后再加入我常用的益生菌干酵母，1包是5克，全部加进去。想要更蓬松，再加入3克泡打粉，搅匀之后再分次倒在500克面粉里，边加边搅。我每天都用心分享家常美食，如果你手机还有电，麻烦这个视频帮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大家。稍微揉一下，不需要发面，只需要放在这里醒面15分钟，盖上保鲜套防止风干。醒好的面放在案板上再揉一下，擀成一个大圆片，擀得越大越薄越好。上面喷上食用油涂抹均匀，最后上面再撒一层干面粉，这样做出来的层次更好。最后从一边把它卷起来，卷的时候尽量卷紧实一点，最后再整理一下，然后再切成3段或者4段，最后把它摆在蒸屉上，中间留一点缝隙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先不要急着开火蒸，醒发15分钟再蒸，这样蒸出来比较松软好吃。15分钟之后看一下已经发酵好了，胖乎乎的，轻飘飘的，像这种状态就可以开火蒸了。用这种方法只需要1次醒发，做出来之后也特别松软，省时又省力。
然后开火，扣盖大火蒸20分钟，再焖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慢慢的打开，以免遇到冷空气会塌陷。哇，看着太松软了，慢慢的把它取出来，稍微晾一晾，这样美味的菠菜卷就做好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胖乎乎的，摸起来非常松软。晾的差不多的时候，用刀切成小段，切的时候刀一定要快，这样做出来的花卷不但层次多，口感也非常松软，看着就非常好吃，凉了也不硬，吃的时候也可以这样一层一层接着吃，非常棒，看得我都流口水了，一捏就能看到它的柔软程度，太棒了。小孩子一次都能吃2个，非常容易消化。掰开一个再给大家看一下，原味的足足有10几层，喜欢吃甜的里面可以放白糖或者加椒盐都好吃，避免小孩子不爱吃菠菜。学会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这种方法，秋节了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多吃一点。好了，今天菠菜卷的做法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。